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用什么观念和理念来适应当前转型时代的中国？接着我们上周，也就是7月6日的节目内容，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如果您还没看我7月6日的节目，希望大家务必回头看一下。上期节目讲述了26年前华尔街的一个令人深思的传奇故事。这期节目中我提到的多个关键情节和概念，都是基于上周节目中讲的内容。在7月6日的节目中，我谈到当时华尔街风云人物梅里韦瑟和他的团队在1987年10月的股市崩盘后一战成名，重塑了华尔街的投资理念。但他随后创立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却在4年辉煌后，在一夜之间把美国金融推向系统性危机的边缘。事后参与救助长期资本的美国金融大亨巴菲特对长期资本公司如流星般陨落的故事做了分析。巴菲特的分析是一种投资理念的展现，同时也给长期资本的投资策略画上了一个魔咒，因为它直击的就是这类投资的原始基因。在上期节目结尾，我谈到长期资本被多家金融公司瓜分后，创始人梅里韦瑟经过1年的反思，在1999年决定东山再起，再次创办了另一个对冲基金公司，叫 JWM 合伙人公司。梅里韦瑟和他的几名长期资本的老员工共同出资2.5亿美元成立了这个新公司。新公司采取与长期资本相同的交易策略，有关这个交易策略的迷人之处和它的致命基因，我在7月6日的节目中都做了详细的解释。不过梅里韦瑟在新公司成立之初特意宣称他会以更为保守的方式运作新基金，并采取更加严格的风险管理措施。新基金在成立的头8年表现的确是稳扎稳打，资金从最初的2.5亿美元稳步提升到2007年的30亿美元。但是2007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严重打击了梅里韦瑟的新基金。我在上期节目中提到的梅里韦瑟投资策略的致命基因再次展现出来。高杠杆是这个投资策略的基本要素。在金融危机的高峰，在其他投资公司都把杠杆降到2到3倍时，而梅里韦瑟新基金的杠杆依然保持在10倍以上。因此一旦开始出现亏损，梅里韦瑟的新基金的亏损幅度就快速扩大。截止2009年2月，梅里韦瑟新公司的主要基金已经损失了 44%。为了避免重蹈长期资本倒闭被瓜分的覆辙，2009年7月8日，梅里韦瑟被迫决定关闭这个维持了10年的新基金。长期资本失败后，梅里韦瑟从技术层面认真分析和总结了他在长期资本公司犯的一系列错误。在这个基础上，梅里韦瑟的2次尝试却再次以失败告终。这次击败梅里韦瑟的依然是他的数学模型无法预测的极小概率事件，也就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然，有人可能还会接着从技术层面分析梅里韦瑟2次失败的原因，但是此时回看我在上期节目结尾时总结的巴菲特在1998年对长期资本失败原因的分析，让人不得不承认，巴菲特那些大白话般的分析却真是一针见血地谈到了问题的本质。梅里韦瑟在不改变投资策略的前提下，只是单纯从技术层面的努力，并没有让他跳出巴菲特对他投资策略发出的魔咒。中国人的教育重技术能力的培养，认为那才是实实在在的本事。技术能力固然重要，能够做成很多事情的基础，但是技术能力永远是视野和认知水平的奴隶。巴菲特就是在视野和认知水平上全胜了梅里韦瑟。如果没有高纬度的视野做主导，单纯追求技术层面的所谓创新，对于一个社会反倒是危险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
部分原因就是所谓的金融工程创新的后果。有一点要声明的是，巴菲特指出的梅里韦瑟投资策略的致命基因，不是他用量化分析来指导投资这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他的投资对象都是那些微小的价格波动，因此每次投资都需要撬动非常巨大的资金来实现可观的回报。虽然每次投资出现危险的概率都非常小，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众多的小概率事件累计起来，最终就一定会有某个小概率事件真的会发生，因为他们每次投资动用的资金都是如此庞大，一旦出现问题，投资方就一定会遭受巨额亏损。巴菲特在他1998年的演讲中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描述梅里韦瑟投资策略的本质。梅里韦瑟的投资策略就好比是有一把枪，它有100万个枪膛，一个人随机往某一个枪膛里放入一个子弹，然后对你说，用这把枪顶住你的太阳穴，然后扣动扳机，你如果做了，我就给你很多钱。虽然每次扣动扳机正好击中有子弹的枪膛的概率都是100万分之一，但是如果你克制不住自己要挣更多的钱的欲望，因此不停地扣动扳机，迟早你会被那个子弹击中太阳穴，一枪毙命的。巴菲特说，我绝对不会玩这种游戏，额外增加那些钱对我不会带来什么明显的额外好处。与此同时，扣动扳机打死我的概率虽然很小，但是却不是零概率。用一个极小概率的致命风险来换取一个对我没有实质意义的回报，这种傻事我不会干。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会不加思索的在经济上玩这种游戏。巴菲特还特意提到一本叫《你只需致富一次》的书，说虽然这本书的内容很烂，但是这个书名却非常好。那本书的原意是，一旦你实现了财务独立或达到了一定的财富水平，如果你能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那么财富的维持和增长就会相对容易。而巴菲特利用他演讲的上下文延展了这本书的原意，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概念。对于一个食不果腹、非常贫穷的人，他的主要目的当然就是要让自己富裕起来，变得衣食无忧。但是当人一旦从贫穷变得富裕起来之后，大多数人的惯性思维是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加富有，想尽办法让自己从小富变成大富，从大富变成巨富。但是这些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这其实不应该是他们关注的首要目标。他关注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如何不要让自己再贫穷回去。但不幸的是，大多数人看不透这一点，结果在他们不顾一切的让自己挤入更加富有阶层的过程中，却时常因为用力过猛而让自己跌回穷人的状态。更糟糕的，甚至是让自己丢了性命。讲到这里，我们就进入了这次讨论话题的核心，那就是我们该用什么观念和理念来适应当前转型时代的中国。巴菲特在演讲中对长期资本公司投资失败的分析，本质上就是在讲一种投资和生活的理念。这种理念是被很多人定义为相对保守的那种生活和投资理念。虽然巴菲特所说的道理对各种社会环境的人都有借鉴作用，但是他提出这种相对保守的理念，对于当前处于转型时代的中国人就尤为重要。前些日子，中国互联网上热传一个中金公司美女员工自癌死的事情。2024年初，网上流传说，仅2023年1年，中国因为负债而自癌死的人高达23.5万人。目前看，2024年因为负债自癌死的人只会更多。那为什么偏偏这个中金的姓郑的美女去世，牵动了如此多中国人的心呢？有人说，主要是因为这个女孩长得如屏幕上这张照片一样惊艳。对此，我当然是不信的。从后来网上流出的真实照片，她的确是一个美女，那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初那张惊艳的照片，显然是网上一些人为流量而张冠李戴的炒作罢了。郑女士的离世
之所以能够触动这么多人心，是因为他的命运让当今中国不同阶层的人都隐隐看到了现实中的或理想中的自己的影子，看到了在这个转型时代的中国生活未来的叵测。为了确保我们所有的观众都了解这个事件的背景，我在这里把网上流传的各种消息简单总结一下。2024年7月初，中文网络广泛流传说，中金公司上海分公司一名30岁女员工因降薪还不起房贷而自癌死。随后，中金公司发布声明，承认的确有员工最近身亡，但表示网上传的员工是从楼上跳下去的，属于谣言。网上流传的信息显示，这位郑姓女员工是浙江大学毕业的美女，外加优秀人才。毕业后进入中金公司工作，就职于有关固定收入金融产品的部门。网上流传的导致郑女士自癌死的原因有多个版本。一个说法是因为最近中金公司突然宣布降薪，造成郑女士还不起房贷；另一个说法是因为郑女士私下加杠杆炒股，结果爆仓造成500多万的损失。我无法调查理清哪种说法更符合事实。其实在我看来，当这个事件被如此广泛热传后，当这个事件成为被如此广泛关注的社会热点后，网上的说法其实已经变成了中国网民内心所思所想的一种折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话题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概念，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现象。我借用这个话题进行的讨论，也基本脱离了对这位郑女士个人生活的讨论，而是在借用这个热点和大家讨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现实。网上的一个说法表示，郑女士美丽聪颖，和她的先生都在中金公司这样的顶尖金融公司工作，目前每人年薪60万，两人年薪总和达到120万人民币。两人在上海工作了几年后，就存了数百万元。这样的生活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天花板一样的境界。造成两人目前窘境的核心原因是他们在2023年10月做出的一个人生决定。2023年10月，他们决定购买一套价值近1600万元的上海外滩豪华公寓。在把所有存款做了首付后，他们还借了1177万的30年期房屋贷款，每月还贷56800元，每年还贷款68万元。显然，他们原本是计划用一个人的工资来还房贷，用另一个人的工资来生活。但是很快，他们意想不到的两件事情接连发生了。首先是他们购买的房子开始大幅度跌价，随后根据中共的最新政策，中国金融类公司突然开始普遍降薪。据说郑女士和她的先生的工资因此可能会被砍一半，两人120万的年薪一下可能就变成60万了。这样一来，两人的工资连还房贷都不够，而且据说郑女士已经怀孕了。在经济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郑女士出现越来越抑郁的状态，最后选择了那条不归路。郑女士命运之所以让很多中国人扼腕叹息，是因为她那灿烂的人生竟然毁于人生的一次错误决策。如果当初他们的决定不是买那套1600万的豪宅，而是一套800万元的上海中产阶层的房子，就是他们夫妻两人的年薪今年降低到60万，这个数字也足够两人在上海依然过着富足的中产生活。完美的幸福和无尽的苦难都在这一念之间。这就是为什么我在2期节目中为什么要反复强调一个人的境界和认知水平是何等重要的原因。让我吃惊的一点是，中国经济从2021年下半年的疫情期间就已经亮出了一片红灯。中共结束疫情管控政策后，2023年中国经济的凄惨表现更是击垮了当时对中国经济还抱有幻想的那些人的预期。到2023年下半年，中国房地产已经持续下走了2年了。
当时世界对中国的共识已经是，此前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社会正式进入了转型期。就是对这个观点还持保留态度的人，至少也应该看到中国社会转型的可能性已经出现了。郑女士夫妻都是在中国顶尖金融投资公司工作的人，他们应该是对这些概念最敏感的那群中国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竟然在2024年10月还做出购买1600万豪宅的决定，没有给自己生活留下任何容错的空间。以他们两人的智商水平，却做出这样的重大人生决定，这着实让我感到很吃惊。这也是让我最后决定做这2期节目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人如果没有刻意培养自己的境界和认知水平，那么这个人的认知通常是由这个人的人生经历决定的。郑女士和她先生都是30来岁的人，这一代中国人几乎所有的人生经历都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国人的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头脑中默认社会的模式就是这样：明年的房价会比今年高，明年我的收入会比今年涨得更高。过程中可能会有小的波动，但大的趋势永远是这样的。要改变他们这样的思维方式很不容易，因为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全部的人生经历。此时我们回看我们前面分享的巴菲特提到的那个投资和生活理念，你只需致富一次，随后你的首要人生目标就应该是保证不要让自己重新回归贫穷的状态，让自己的财富翻倍的目标应该总是处于这个首要目标之后的，处于第2位的。牢记这个人生理念的人，就会赢得一个重要的思维优势，那就是他会在你面临重大的人生或投资抉择时，强迫你认真思考你将要做出的那个抉择可能带来的危险，强迫你去推演你的抉择在你动态变化的环境中可能衍生出的危险。以郑女士夫妻的工作性质和他们的学识，在2023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的现实，还有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共识，他们一定是有所耳闻的。他们最终决定购买一个1600万的豪宅，而不是一套800万的公寓。这个决定把他们的经济压力推到了极致。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生活富足的情况下，没有把对自己人生的风险分析放在第一位。可能有观众会说，你说的这种思维方式也太保守了吧，用这样的保守理念来生活，人怎么可能有机会赚大钱呢？而且用这么保守的理念生活，人生会不会也太无聊了？我这里提醒大家一点，我这里提的那个生活理念，那可不是我提出来的。我从上期节目中就反复强调，那是巴菲特推荐的一个生活理念。在当今整个世上，能够和巴菲特讨论赚大钱问题的人，可能一个巴掌都能数得过来。所以这个理念本身应该不会是一个赚大钱的主要障碍。但是你细细想一想，这个理念不会妨碍一个人去赚大钱，但是它可能会妨碍一个人去赚快钱。巴菲特巨大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他财富的自身积累过程，那是一个需要花时间来实现的过程。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巴菲特 99.8% 的财富是在他52岁以后赚到的。因此他的孩子在接受采访时就说过，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是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有名而且有钱的人。巴菲特现在还住在他1958年以$31,500购买的一个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区的5居室的老房子中。他坐的车也是几年新的普通美国车。他喜欢吃的食物是麦当劳的汉堡和可乐。在一次演讲中，他提到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买一个大豪宅住呢？他说他也想过这个问题，不过他一旦意识到房子大了，他还得为房子雇一批工作人员，然后他还可能需要花精力去解决这些工作人员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等等事情，他就立刻头大了。
同时他感觉他的那个1958年买的房子现在住起来依然很舒适，冬天挺暖和，夏天挺凉快的，因此他也就打消了买豪宅的想法。用一个能够积累财富的方式去生活，用不会危及自己生活的多余资金去投资，然后用耐心去等待财富的积累，这就是巴菲特在众多场合反复强调的他的成功生财之道。至于前面提到的另一个问题，也就是采用节目中提到的这种生活理念，人生会不会因此变得非常无聊？这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很多电影中的人物用全部的生命去追寻人生的一次心动，我也时常会被那样的情节和勇气感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选择在尽可能平静的生活中，专注于内心和思想境界的不断提升。我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能和我小时候的一个经历有关。我小时候很多时间是和我奶奶爷爷在一个有5、6户人家的大院子里度过的。大院子这些人家都是从我爷爷一代就住在这个院子里的，所以各家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其中的爱恨情仇的故事就如同一大家子人一样的事情。这5、6户人中有一家姓方，这个方家的大儿子，我们就把他叫方浩吧。这个方浩是让我从小就敬仰的人，他不但是院子中他同一辈年轻人中最帅气的一个，而且也是最有思想的一个。大院中和他年龄相仿的那些叔叔们，大多都是今天喝酒明天钓鱼的消磨时光，而我却时常看见方浩捧着书在读。当有一次我问他在看什么书时，他却若有所思地告诉我，其实读太多的书也不好，让人无端增添许多烦恼。当时我完全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后来方浩也是方家多个儿子中最出息的一个，他找到了一个国营企业的工作，那时人们把那样的工作叫做铁饭碗。后来方浩领回来一个漂亮的媳妇儿，是在一个国营蔬菜公司工作，同样是铁饭碗。方浩和他太太很恩爱，两人总是有说有笑。等他们有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儿子后，他们就搬出了大院，到外面去住了。自此方浩的生活在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人的心目中就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再后来中国出现了下海经商的概念，断断续续从奶奶那里我听说方浩开始做起了饮料批发的生意，然后听说他做生意挣了不少钱，然后听说他放弃了他的铁饭碗工作，因为他饮料批发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已经成为当时几个饮料品牌在我们那个省的总代理，而且他那个漂亮太太也辞去了国营蔬菜公司的铁饭碗，和他一起打拼经营他们的饮料批发生意了。有一次我去看望我爷爷奶奶时，碰巧方浩一家也回大院来看望他妈，我叫方奶奶。从穿着打扮来看，我们已经能够明显感觉方浩一家的经济水平和大院中其他家庭已经不在一个档次了。大家坐在一起闲聊了一会儿，然后方浩就起身告辞说，他听说一个重要饮料品牌的老总坐火车要到城市 A， 那趟火车正好会在我们这个城市停一站，他已经和火车站的朋友说好了，会让他在火车靠站时到站台上和那个老总见个面。他特意给那个老总准备了我们当地的一些特产，给那个老总送过去。他笑着说，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短暂见面和那个老总建立关系，能让那个老总把他们那个品牌当地总代理的机会给他。方浩走后，大家都感叹他从小脑子就灵活，现在真的干成事儿了。在那以后的日子，方浩的生意是越做越大，他开的车是越来越高级。偶尔几次见到他太太，却发现他太太脸上的笑容却是越来越少。数年后，听奶奶告诉我，方浩和他太太离婚了，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新媳妇儿。他同意把公司一半的资产分给他太太，儿子也判决给了他太太。那时我脑海中浮现出我数年前最后一次看见他太太的场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太太那张依然漂亮
但是却闷闷不乐的脸。后来我奶奶那个大院就拆迁了，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老邻居，在等待补偿拆迁房的那几年各奔东西，大家互相之间的联系也少了很多。很多年后，当补偿的拆迁楼房在我们老大院附近的位置终于建好了以后，我们发现方奶奶家的拆迁房正好被分配到和我奶奶家同楼栋同一层的对面，于是我奶奶和方奶奶家再次成为邻居。一次我去看望我奶奶时，突然听到方奶奶家那边有一群愤怒的男子在大喊大叫地砸着方奶奶家的房门。我问我奶奶这是怎么回事，奶奶叹了口气说：哎，方浩欠人家的钱，那都是到这里来要账的人，隔三差五就来你方奶奶这里闹一次。然后我奶奶开始给我讲起方浩过去这些年的经历。方浩和他前妻离婚后，他前妻分了公司的一半资产。他前妻的生意稳扎稳打，一直还不错。后来他前妻又结了婚，好像日子过得还很平静。而方浩这边却急着要把生意做大，经常是借钱买货。结果一批货因为我奶奶无法准确描述的原因，一下子搞砸了，结果赔了很多钱。为了回本，方浩就靠各种关系借更多的钱来进货，最后又一次搞砸了。就在他焦头烂额的时刻，他突然昏倒在办公室。当再次醒来时，发现他是中风了，一边脸失去了控制，耷拉了下来，一边的手脚也不好使，走路也是一瘸一拐的。他的公司、房子、车子全被债主分了，还不够还人家的债。整天面对被人讨债的生活，他那个年轻的新太太也受不了了，也离他而去了。现在已经是近50岁的他，有残疾，身无分文，还欠了一屁股债，无处可去的他只好回来，再次和方奶奶住在一起，靠方奶奶的一点收入来生活。他的债主知道后，就时不时会到方奶奶这里闹。方奶奶唯一能做的就是大门紧闭，一声不吭坐在屋里。他们希望这些债主迟早能够明白，他们的钱他儿子方浩这辈子都不可能还上了。说到这里，我奶奶说了一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人的福气是定的，说不定方浩的福气是他以前的老婆带给他的。方浩的人生经历在我年轻时的内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人生的前50年跌宕起伏，他的经历也让我清楚意识到，我不希望过他那种跌宕起伏的日子。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或多或少有对未知探索的渴望，但是这种渴望完全可以通过不断升华自己的内心境界来得到满足，而不必要不停地从自身以外来寻求，靠赚更多钱获取更漂亮的太太来获得。我在上期节目中提到，在巴菲特推荐的这个人生理念中，其实包含了一层对这个世界的敬畏之心。一个处于转型中的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你不能用你以前几十年的经历来预测未来，不然的话，为什么会称它为转型的社会呢？因此，面对当前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对未来、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敬畏之心就显得格外重要。你只需致富一次。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